边看王者边听小说，苏哲王者荣耀，夜黑宇著。第556章战神之威。在 Quake 战队的扁鹊马上就要释放大招的时候， Prime 战队的救世主来了，太乙真人。没有人比他更当得起救世主这3个字。作为王者荣耀之中唯一一个能够复活别人的英雄，太乙真人在这个鬼谷子被削弱的版本之中，毫无疑问地坐上了辅助一哥的宝座。闪现进场后一个大招 ，Lucky 的吕布身上立即被点亮了绿色的光环。Nice 啊，真的是太 nice 了 ！Lucky 兴奋喊道，吕布就这么被续了一条命。而 Quake 战队的博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招还是放出去了。吕布倒下，但这并不是真的倒下。短短2秒钟之后，神魔吕布就会再次归来，就起来了。Prime 战队的太乙真人这一波闪现给大实在是太精彩了，直接把吕布从龙坑之中救了起来。Quake 战队的扁鹊现在伤了，大招浪费了。可以说太乙真人用自己一个大招骗了扁鹊一个大招，这下 Quake 战队很危险了。话音未落，太乙真人直接在龙坑爆炸，一技能眩晕住扁鹊，并且打出极高的伤害，这让扁鹊很难受。旁边的刘邦见势不妙，连忙一个大招给到扁鹊的身上，同时 Quake 的教练指挥道：撤退，快撤退！吕布马上就要复活重生，龙坑外的雅典娜还是满状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Quake 战队这一波团战失败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于是扁鹊连忙往外跑去，但后面还紧紧跟着旺财的太乙真人。这时刘邦原地落下，帮扁鹊提供了高额的防御属性。眼看着龙坑的出口就在眼前，一声怒吼迎面传来：贪生怕死之徒！关羽，长歌的关羽。强行开团的战神，同时也是搅动团战的重型武器。一招一技能迎头劈下，扁鹊和刘邦直接被反推回龙坑之内。从龙坑里重新站起来的吕布抬手就是一招一技能，打中扁鹊和刘邦之后造成高额的伤害。而龙坑外的张飞已经被 Tiger 的嬴政打成重伤，一套大招几乎全都打在了张飞的身上。同时嬴政的平 A 已经非常疼了，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背后的雅典娜快速进场，正是你的邪恶，醒悟吧罪人！一枪又一枪，进场之后直接秒掉了博士的扁鹊 ，Double Kill。龙坑外围长歌的关羽转身一推，雅典娜又反手干掉了刘邦 ，Triple Kill。Lucky 的吕布则快速走位到外面，附魔的方天画戟抡向张飞，击杀。张飞的护盾在吕布的面前形同虚设，爆出白色的真实伤害，直接带走张飞。整个 Quake 战队只有机动性极强、生存能力又好的程咬金夺路而逃，而 Prime 战队已经完全没有去追杀他的意思了，因为这一波团战打完。龙坑的暗影主宰血量还没有恢复上去，龙坑中一直有人攻击暗影主宰，暗影主宰的血量就会维持不变。于是 Prime 战队趁着状态良好，继续围攻暗影主宰。Quake 战队几乎被团灭，想要反抗根本不可能。解说台上，2名解说分析眼前的形势。Nice， 这一波 Prime 战队是赚得盆满钵满。灵幻4之外，还成功拿下了一条暗影主宰。现在 Quake 战队该头疼了。没错，尤其是 Prime 战队这边的阵容，实际上更偏向后期一些。吕布在做出破军之后，输出已经非常恐怖了。刚才一次平 A 就直接带走了 Quake 战队的张飞，这让 Quake 战队之中张飞、刘邦这些带护盾的坦克非常难受。因为吕布就是专门为了针对这些坦克英雄而存在的。是的，现在 Quake 战队该如何应对，成了本场比赛的关键问题。而看台上，观众们已经狂躁，尤其是 Prime 战队的粉丝，简直已经癫狂。这波团战打得太精彩了，瞬间打回了 Prime 战队原本的气势，再也没有人去嘲笑 Lucky 的吕布。再也没有内讧，所有人齐声呐喊着 Prime 战队的名字，为自己的主队造势。Prime
Prime Prime Prime。长歌的关羽直接从开局带动节奏，带起了一波团战的胜利。此时的 Quick 战队终于感受到了后悔，就不该把关羽放出去给长歌。博士恨恨说道，太失策了。阿牛也皱眉说道，这长歌的意识的确太好了，再加上关羽的机动性太强，团战难打，难打也得打，总不能投降认输吧。教练沉声说道，稳住，先清理兵线。咱们双边路有程咬金和刘邦，难道还能怕他们不成？但话虽这么说， Prime 战队的经济已经领先了将近5000块了。很快，防御塔开始被摧毁， Prime 战队三路齐推， Quick 战队守住一路守不住三路。上路的防御一塔被摧毁，下路的防御一塔被摧毁，上路的防御二塔被摧毁。主宰先锋已经到了高地上。与此同时， Prime 战队开始频繁的叫团，推塔收钱的事情交给嬴政和吕布两个后期。长歌的关羽带着太乙真人、雅典娜快速入侵野区抓人，拿 buff 的李白被抓了，太乙真人二技能隔着草丛忙抓住了李白，一技能爆炸打出伤害，阿牛的李白想走都走不脱。关羽一个二技能跳过去眩晕，雅典娜冲上去就是一通对。阿牛的李白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直接先手被秒掉。而 Quick 战队本应该保护李白的张飞正在上路忙着清理兵线，嬴政一个大招立即扫的张飞乖乖回家。正当 Quick 战队焦头烂额的时候，中路防御塔被摧毁的消息再次传来。拿了一圈防御塔， Prime 战队继续将经济差距拉大。解说剑南摇头，这次 Quick 战队很难了，这一波主宰先锋推下来，故意能直接推到高地了。芊芊也点头承认，主要还是龙坑那次团战 Quick 战队太伤了，连丢4个人头和一条暗影主宰，这经济上的差距就拉得太大了。现在一圈外塔又掉干净了，经济差距就越来越大。再看 Prime 战队这边，一座外塔还没掉呢。剑南点头，是的，看来 Prime 战队这一波肯定是要拿掉高地塔了。Quick 战队也是这么预测的，最后一波兵线推上来， Prime 战队完全可以硬碰硬强拆一路。但当最后一波主宰先锋靠近的时候， Quick 战队这边却没有看到 Prime 战队的影子。什么情况？ Prime 战队怂了？ Quick 战队一头雾水，但很快就意识到了 Prime 战队的套路。黑暗暴君被击败， Prime 战队没有急着推出超级兵，而是先手拿了一条黑暗暴君。在黑暗暴君的 buff 加成下， Prime 战队的攻击力更强。有黑暗暴君的 buff， 无论是强推高地还是越塔打团， Prime 战队都不会虚。Quick 战队终于明白，眼前的 Prime 战队与他们一样有耐心。清完主宰先锋， Quick 战队这边的一圈高地塔血量都已经不佳。这个时候 Prime 战队分两路出现，显然准备4-1分推。长歌的关羽占一路，其余4个人占一路。尽管没有了暗影主宰，但黑暗暴君的 buff 也不容小觑。要知道，拿下黑暗暴君的嬴政一套大招下来，哪怕是坦克也很有可能被扫死。更何况此时 Prime 战队的嬴政已经做出了虚无法杖，法穿效果不容小觑。打不死我。不管你是哥哥还是妹妹，想什么呢？还想上高地救你们俩？这波要给大。必须得给。
请求集合。这疯了呀！开始撤退，请求集合。别追了，李白在后面，还没走。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啊，做那个有什么用？诸葛亮做，或者狄仁杰做了。可以。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开始撤退。Enemy double kill. 你在做梦啊！你想去把他 A 死？看墙开，来试试。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试试。这就是你法穿鞋诸葛亮吗？我笑，我是真他妈笑，拉过来送死。太爱你了呀，鲁班大戏。发起进攻。鲁班大戏，我太爱了。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是。发起进攻。请求集合。而且他妈的一波，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还能打吗？不行了吧？还要打吗？发起进攻。An ally has been slain. 我怕你干啥呀？我是要做2件吗？
你懂什么叫真机吗？你打得动我吗？小，还不做抵抗鞋，还他妈法穿鞋，穿谁呢穿？看谁学的？我真是谢谢那些主播，教他们玩诸葛亮做法穿鞋，伤害高，伤害高你动不了，太香。大招已经好了。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别怕，有我。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Double kill. Enemy killing 好了， spree. 给换出来。 Enemy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装备没换出来呀！我操， Shut down. 装备没换出来呀！ An enemy has been 就这么干。 slain. 点出售居然没反应，狄仁杰是没闪，他闪现上来点的。请求集合，发起进攻。An ally has been slain. 我操！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吓死了呀！这不脑猎人手术啊！我操，真吓死了 ！MVP 是我的。